和外星人沟通最难的不是找不到他们，而是就算他们站在你面前，你也根本没法和他们说上一句话。阿瑟克拉克说过，宇宙只有2种可能，要么我们是唯一的智慧生命，要么不是，2种都足够恐怖。但你不知道的是，比这更恐怖的是第3种可能，我们找到了彼此，却永远无法交流。你想想，我们总觉得外星人会长得像人，有眼睛，有嘴巴，有手，能看，能听，能说话。可实际上，没有任何一条宇宙法则规定智慧生命必须长成这样。就说我们地球自己，蚂蚁靠化学信号传递信息，蝙蝠靠超声波感知世界，章鱼靠改变皮肤颜色和纹理说话，蜜蜂靠跳舞告诉同伴花蜜在哪，树木靠地下的真菌网交换养分和警报。我们和它们共享同一个地球，同一种化学基础，同一段进化史。可我们连和一只海豚解释什么是重力都做不到，更别说和一个来自完全不同星球的生命了。它们可能没有眼睛，没有耳朵，甚至感知时间的方式都和我们不一样。它们可能没有个体的概念，你怎么和这样的存在说话？有意思的是，人类早就开始瞎忙活了。我们抢在收到信号之前，先给外星人发了一堆消息。1972年 NASA 发射先驱者10号，这是第一个要飞出太阳系的人造物体。卡尔萨根突发奇想，要在上面挂一块宇宙漂流瓶，一块镀金铝板，上面刻着他认为全宇宙都能懂的信息。左上角是氢原子的结构图，氢是宇宙最常见的元素，任何科技文明都该认识。下面是银河系的位置图，用14颗脉冲星当坐标，再下面是太阳系标着地球的位置，最后是一男一女的裸体剪影，男人抬手打招呼，听起来很完美，对吧？可你不知道的是，这块板子从设计开始就全是漏洞。先说那个箭头用来指示地球的位置，但箭头这个符号来自人类的弓箭狩猎。如果一个文明从来没发明过弓箭，在他们眼里这就是一根线加一个三角形，什么意思都没有。再说那个挥手的手势，这个动作在地球上都不是通用的，在有些地方挥手代表滚蛋。更扎心的是，太阳系的图早就错了。2006年，冥王星被踢出了行星行列，而且1972年的时候，我们还不知道木星、天王星、海王星也有光环。外星人拿到这块板子，只会看到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太阳系。更可笑的是，当时人类吵得最凶的不是这些问题，而是铝板上的人是裸体的。1972年的美国觉得这太不雅观了，我们想和全宇宙打招呼，第一个拦住我们的是我们自己。第一次尝试就漏洞百出，可人类没放弃。2年后，萨根和德雷克又搞了个更大的动作，这次用阿雷西博射电望远镜向25000光年外的球状星团发了一串无线电信号，信号一共1679比特。为什么是这个数？因为它是2个质数的乘积，73乘23。他们觉得任何懂数学的文明都会把这些比特排成73行23列的矩形，就能看到一张图片。图片里有1到10的二进制数、DNA 的化学元素和双螺旋结构、人类的剪影、太阳系，还有阿雷西博望远镜本身。听起来特别聪明，对吧？可实际上他们把这个信号拿给地球的科学家看，没告诉他们这是什么。大部分人根本解不出来，连和我们一样的人类懂二进制、懂 DNA 都看不懂。你指望一个可能连矩形是什么都不知道的外星人能看懂？更关键的是，这个信号要25000年才能到目的地，就算对方立刻回复，也要再等25000年才能回到地球。5万年啊！我们整个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才不过5000年，没人能活到收到回复的那一天。无线电信号不行，人类又换了个思路。1977年，旅行者号升空了，这次带的不是铝板，是一张金唱片，上面有116张图片，地球的声音，55种语言的问候，还有总统的留言，还贴心的配了唱针和使用说明。可你想想，1977年唱片机还是日常用品，现在30岁以下的人大部分都没见过唱片机。那4万年后呢？旅行者1号会经过格利泽445星，那时候的文明知道这张圆盘是干什么的吗？说白了就是我们给外星人寄了一张 CD， 可他们连光驱都没有。你可能会说，这些都是技术问题，只要准备充分，总能解决。可实际上，真正的死穴根本不在技术，语言不是一个孤立的工具，它和我们的身体、感官、文化、历史完完全全绑在一起。一旦失去上下文，语言就死了。就像古埃及的象形文字，公元394年，最后一块刻着象形文字的石碑
被立起来。之后的1400年里，没人知道这些符号是什么意思，它们变成了毫无意义的涂鸦。直到1822年，商伯良靠着罗塞塔石碑才终于破解。罗塞塔石碑上用3种语言写了同一段文字，没有这个翻译器，象形文字至今都是谜。这还是人类和人类之间同一种生物，同一个星球，只是隔了1400年。和外星人呢，我们可不是没了共同语言，是压根儿就没那玩意儿。有个经典的问题叫奥兹玛问题，你怎么通过无线电给一个远在几十光年外的外星人解释什么是左，什么是右？你想想，你不能指，不能比划，你发一段视频，一个人举起右手，他没法知道你发的是原版还是镜像翻转的版本，两种在物理上完全一样，一个4岁小孩都懂的概念，我们根本没法解释给外星人听。唯一的办法是用亚原子粒子的衰变，有些粒子衰变时放出的电子永远朝同一个方向转，我们可以说这个方向就是左。但还有个例外，如果这个外星人是由反物质构成的，那这个旋转方向就会反过来，而且我们永远没法提前知道。换句话说，在和外星人握手之前，你永远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在接触的瞬间炸成一颗核弹，那是不是就彻底没辙了？也不是，很多科学家一直相信有一样东西是全宇宙通用的，那就是数学。道理很简单，能发射和接收无线电信号的文明一定懂物理，懂物理就一定懂数学。2+2等于4，在哪都一样，圆周率派在哪都一样，质数在哪都一样。1960年，荷兰数学家汉斯·弗罗登塔尔真的发明了一门宇宙通用语，叫林克斯语。原理特别简单，先从数数开始，发一个脉冲代表1，二个代表2，三个代表3，任何智慧生命都能看懂。然后教加法，2+3等于5，再教乘法、除法，慢慢搭建起共同的数学词汇。接着用数学描述物理，比如氢原子，宇宙里到处都是，用氢原子定义长度、质量、时间这些单位。有了这些基础，再去描述化学、描述生物，甚至描述抽象的概念。这就像爬楼梯，一步一步往上走，每一步都踩在前面的基础上，比之前那些拍脑袋的方案靠谱多了。可你不知道的是，这有一个最根本的假设，它假设所有的智慧生命都用逻辑和数学思考，它假设数学是宇宙本身的属性，但实际上数学也可能只是人类的发明，是我们用来描述自己看到的世界的工具。就像我们戴的一副眼镜，我们透过这副眼镜看宇宙，觉得宇宙就是数学的。可如果有另一种智慧生命，他们戴的是一副完全不同的眼镜，他们会不会发明出一种我们根本无法想象的东西来描述这个世界？这个问题到现在也没人能说清。更有意思的是，这个看似遥远的外星人沟通难题，我们现在其实每天都在面对，只不过沟通的对象不是外星人，是几万年后的我们自己。美国新墨西哥州的沙漠里有一个叫 WIPP 的核废料处理厂，地下610米深的岩洞里埋着美国最危险的军用核废料，这些废料的放射性会持续30万年，30万年比整个人类文明史还要长10倍。等这个仓库填满，地面上的所有建筑都会被拆掉。我们必须留下一个警告，告诉1万年后、5万年后、10万年后的人类，不要挖这里，这里很危险。可你想想，1万年前人类还没有发明文字，500年前的法语，现在的法国人都很难看懂。语言会变，文明会消失，符号会失去意义。现在全世界只有6%的人认识放射性的3叶草标志，1万年后还有人认识吗？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美国政府找来了物理学家、工程师、人类学家、语言学家，甚至还有科幻作家。他们想出了各种疯狂的方案。有人说，在地面上建一片巨大的混凝土荆棘林，不用任何文字，只要让任何看到它的人本能地感到恐惧和厌恶。有人说，要建立一个原子祭司阶层，靠代代相传的神话和仪式守住这个地方的秘密。还有一个最离谱也最受欢迎的方案叫射线猫，他们想通过基因编辑培育出一种猫，只要靠近辐射就会改变颜色，然后围绕这种猫创造一整套民间传说、儿歌、童话、故事，告诉所有人，只要看到变色的猫就赶紧跑，就算文明崩溃了，文字消失了，这些儿歌和故事还会一代代传下去。现在真的有人在做这件事，他们在把射线猫的故事写进流行文化里，希望它能流传10万年。你看，我们连和10万年后的自己人沟通都要靠变童话，都没有十足的把握，那和外星人呢？原来宇宙最极致的孤独从来不是找不到同类，而是就算找到了，我们也永远无法真正走进彼此的世界。